北大教授在我家后院发现了一座千年墓穴，他们在里面找到一口铜棺、一枚发簪，还有见不到人影的脚步声。棺材抬上来的当晚，尸体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离奇失踪。第二天，我父亲娶了一个女人，她头上别着一枚簪子，跟教授他们在墓穴里找到的一模一样。紧接着，村里开始死人，尸体飘在河面上，和我梦里梦见的场景几乎一样，就连奶奶也走了。我去拍父亲的房门，可他怎么也不出来。这一切离奇的事件，难道都跟那失踪的尸体有关吗？时隔3年，回村的路上多了一处坟墓，不懂是村里的谁去世了。好在村头的那条河没有我梦里那幅全村流水席的凄惨场景，但上了坡，一直到家门口的一段路上，景象却与梦中无二，树叶都已枯黄，经过的每家每户都大门紧闭，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很是奇怪。这都过了午睡时间了，不应该吧？而且农村一般人没出远门的情况下，门都是大敞开的，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不会吧？终于是到家了，我在院子里喊着奶奶和晴儿姐，晴儿姐激动地出门迎接。没想到3年未见，眼前的晴儿姐似乎变得更加成熟，具有女人味。她双手紧攥着我，眼里泛起了泪花，半晌将我揽进怀里，放声大哭。我们互相把对方想死。奶奶并没有出房迎接，而是在屋内叫唤我。晴儿姐说，这3年奶奶天天念叨着我，很是想念。进了屋内，奶奶躺在床上，将我的双手攥进她那粗糙的手心，不停地触摸，一边感叹我的成长，一边感叹自己老了，不中用了，连自己都挪不动了。晴儿姐说，奶奶之前患了一场大病，那之后就只能卧病在床了。我问晴儿姐，村里是不是死人了？晴儿姐说是的，村里的光棍铁蛋死了，就前2天刚埋的，据说是挖枣树的时候从山崖上掉下去摔死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半夜的还跑到山崖挖那东西干嘛？第2天被人发现时，身上的血都流干了，头上被石头撞了2个大窟窿，脑浆流了一地。而父亲就压根不关心这些事，第一件事就是问再婚对象。奶奶说，我这准后妈今年刚满25，那叫一个俊俏，目前已经快谈妥了，就差见上一面。父亲听后那叫个迫不及待，想明天就去看看，然而被奶奶阻止，说明天要避讳，过几天再去也不晚。女方那边并没什么意见，就看父亲怎么说了，要是合适，过些天就直接办了。坦白说，父亲的再婚我漠不关心，可晴儿姐和华子哥的八卦我最上心。奶奶说，等父亲的解决了，就把晴儿姐的也办了，到时候晴儿姐就成别家人喽。我与晴儿姐坐房檐下聊起了家常，我问起今天回来时为什么各家各户都把大门紧闭的原因。晴儿姐问我有没有注意到咱们寨子周围的树木树叶都已枯黄，要知道这才是夏天，这种反常的现象出现，加上村子又不停的死人，大家都说村里这是要面临一场劫难了，所以这才大白天的一个个紧闭大门不肯出来。我又问阿强回来了吗？晴儿姐一愣，回哪里？当然回家里啊！我告诉他，前天阿强还来城里看我了呢，打扮的可帅气了。晴儿姐反问道：“你确定是他吗？”我肯定的说道：“绝对是他。”刚开始还没认出来，想不到3年没见，个变高了，还变白了。我们还沿着铁路一路畅聊。后来他跳上开往镇上的火车走了。可晴儿姐接下来的话就像晴天霹雳一样落到了我的头顶，让我感到耳朵里雷声阵阵，有些晕眩。她说我看到的不一定是阿强，其实阿强在4天前就已经死了。没想到刚回村就被发了一刀，我还是有点难以置信，这怎么会呢？我前天明明刚和他说过话呀，而且他脖子上的胎记我也清晰记得，那绝对就是阿强。晴儿姐也搞不清楚状况，因为最近蹊跷的事发生的太多了。我不否认自己见到阿强又是一场幻觉，也不否认晴儿姐的话有假，毕竟我经历过太多离奇的事了，陌生女子的鬼魂我都见过，难道我见的仅仅只是阿强的鬼魂吗？这一刻我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心里已经泪流成河。我问晴儿姐阿强是怎么死的，她说是在镇里车站爬火车时被火车给活活压死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跑到镇上，可能是为了到城里看我吧。我实在难以接受这一切，我和阿强青梅竹马，从小玩到大，关系之好，感情之深，各种回忆涌上心头。我当场就想冲出院子去阿强家找他，但晴儿姐阻拦了我，说阿强家已经没有人了，他真的已经死了，就连他妈在2年前也去世了，一觉睡过去就再也没有醒来。阿强的尸体是4天前的下午镇上车站派人送回寨子的，已经不成人样，就剩半截身子了。可我还是不死心，情感上怎么都不愿意相信这一切，想让晴儿姐带我去她的坟墓前看看。这时父亲破门而出，破口大骂：闹够了没有？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这么不听话？阿强已经死了，都被压成那样了，你就不害怕吗？脑袋就剩半个，还有什么好看的？说的也是，脑袋就剩半个，这是我无法想象的。梦里也只是满脸血水的从水面漂浮而过而已。
最终还是因为一个人晚上实在害怕，不敢出去，阿强就再也没见到了。因为时刻的想念，夜晚的梦中又一次见到了他。阿强托梦跟我说，他确实已经死了，可他真的不想死。火车从身上压过去，好痛好痛，胳膊被车轮碾断，头被车轮压破，那种痛他说了2遍。阿强的眼睛微闭着，表情异常痛苦地看着我，脸上不停地往外渗血，白色衬衣被浸染成斑驳的红色，袖子被碾成了碎条，在风里微微飘荡着。我问阿强为什么要去车站啊？不去就不会出事了。阿强说想来城里看看我，他爸死了，他妈也死了，一个人很是难受，所以才想来看看我。而且阿强还说，不是他自己莫名其妙跳下轨道的，也不是从车上摔下去的，而是有人背后推了他一把，将他推下轨道，这才被火车给碾过去的。他当时并不知道是谁推下了他，但现在终于知道了，是一个女的，且不是人，她是个孤魂野鬼。说完，阿强神色慌张地转身跑向了远处的油菜花丛中，渐渐消失在了一片金黄色中。他说他要去该去的地方了，他也劝我离开山里，回到城里，跟母亲最后临别前说的一样。但离开是不可能离开的，不然剧情还怎么推呢？在那个年代，村里没什么娱乐项目，万叔带着几个村里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青年来找我父亲打麻将。这群人之所以敢出门，是因为他们才不信什么所谓的劫难呢。他们就这么一声声的从白天打到了晚上，而我早早睡了过去。睡梦里有火车轰鸣的声响，有白色衬衣在风中轻轻飘动。我梦见了那个曾经站在窗外叫我的女鬼，是她在月台上从阿强身后推了一把。她面目狰狞的向我诡异一笑，随后纵身消失在一片墓地里。我们主角也是倒霉，玩到现在我就没见他梦到过别的，天天就是梦到鬼。真是见了鬼了。次日，父亲早早就起床打扮好，跑来我们屋里炫耀，看得出他是真的寂寞，想要一个伴。今天天气阴沉，空气沉闷燥热，我想去外面透透气。走到大院门前，放眼望去，满视野里都是枯黄的树叶，根本不像是夏季该有的翠绿。村子今天偶尔会有人走过，看来是昨天望叔他们几个在外走动，让有些人觉得所谓的灾难来临是不可信的。远远的拐弯处，我看见了5个人影，正沿着崎岖盘旋的山路朝寨子方向走来。有2个衣服颜色鲜艳，可断定是女的，还有3个穿着深色服饰的人，太远了，看不清楚他们长什么样，但绝对不是山里人。山里人可没那么前卫的服饰。我站在一棵树旁，盯着他们看，等待他们走近，但老天似乎不让我看。没过一会儿，就阴云流动，大风刮起，片刻间电闪雷鸣，雷雨交加，瓢泼大雨倾泻而下。我赶忙的脚步跑回了家。这时，屋外传来陌生人的声音：“晴儿姐让我出去看看。”“不是大姐，你是丫鬟，我是丫鬟，你还命令起我来了。”到了屋外，由于天气的变化，他们想在我家躲躲雨，我让他们进了屋。2个女人，都20多岁的模样，与晴儿姐年龄相仿，各自身后背着大大的行囊。几个人都皮肤白皙，男的眉清目秀，女的俊俏玲珑。带头的是个50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留着胡子，像个艺术家。这群人一看就是城里来的。带头的大叔说他们是从北京大学而来，他是北大考古系教授。后面这几个是他带的硕士研究生，阿南、阿梅、阿乔、阿健。大老远跑来这也是为了考古考察的，所以会在这驻扎一段时间，做一番详细的调研。教授的学生也注意到我们村的树叶不太正常，而且氛围感怪怪的。奶奶这时听到了动静，询问了起来。我告诉她老人家是来客人了。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去拜访了老太太，说明了缘由。奶奶提醒他们远道而来，可要当心，这山里是闹鬼了，半夜听见有鬼叫声，可千万不要随便出去走动。但这教授自然是不可能信的，人家可是北大教授搞科学的，绝对100%唯物主义纯血种，也就应和，没那么放在心上。雨一直下到了下午才有见微之事。父亲这时也回到了家。同样的流程，教授也向父亲说明了情况。之后他们正打算去找村长，看能不能给安排一个暂住的地方。父亲听后也是热情好客，让他们别那么麻烦，直接住我们家就行，只要叫他一声树熊，一切好说。最后相互客套一下，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晚饭的时候，怕他们吃不惯山里粗糙的粮食，父亲将圈里仅剩的一只大公鸡给宰了。晴儿姐也尽可能多做几样菜，将我们村的热情好客展现得淋漓尽致。没想到的是，席间几个学生对山里的野菜异常钟爱，不住的吱吱称赞晴儿姐的好手艺。2个女孩更是羡慕晴儿姐做饭的本事。餐桌上，父亲问起教授来这具体是考什么古？这穷山僻壤的能有什么呢？教授回答道：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我们这一片群山中在1000多年前曾经有个古国消失，他这次来就是想探索一番这个古国的踪迹。听他这么一说，可能我们这个村经常闹鬼就跟这个古国有关系了。晚饭结束后，阿强觉得无聊，想出去走走。他并不相信我奶奶说的什么阿飘，也是个正常的唯物主义者。可阿健就很听劝，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可以说是非常聪明的做法，防止了他们的作死。阿乔听后还是想确认一下，问我这里到底有没有鬼。我告诉他们前几天刚死的人，死的都很蹊跷，而且就是半夜出去死的。听完我的话后，他们几个不约而同的打起了哆嗦，相互惊慌的看着对方。最后阿南说还是别出去了，这么晚就算没遇到鬼，碰上野兽也惨了。见他们没什么事，我就上床睡觉去了。可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奶奶的脸色在月光下异常凝重，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
那几个学生嬉笑吵闹的声音一阵阵的从另一头房间传来。这晚我又做噩梦了，我梦见教授与他的学生都死在了房间里，地上鲜血横流。第二天一醒，我就先往客房走去，幸好没有出现梦中的场景。教授他们早早的就起了床，出去熟悉环境和考察地形去了。等回来时，几个学生抬了一大包东西，跟在教授后面大汗淋漓的闯着，看来是收获不少。我到他们的房间一看，原来拎回来的是一堆轻砖瓦砾。教授根据上面的图案推断出当时这个部落的富有且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非常先进，专业的到底还是专业的，居然能从一堆成年砖瓦里读出一个文明的 GDP。不过我对这些并没什么兴趣，转身就去厨房问晴儿姐早饭做好了没。晴儿姐说差不多了，让我去叫他们吃饭吧。可我再回去时，教授他们已经不在房间，听管家说教授他们好像去后院了，不知道去那里做什么。我跑到后院叫他们吃饭，教授看我家后院堆着不少轻砖瓦砾什么的，问我能不能帮他们打开后院的门，让他们进去看看。可我没有钥匙，说钥匙在奶奶那，而且奶奶不让人进后院，说是阴气之源，怕会沾上，从来都是禁止人进入的。阴气，可笑！这些高等分子自然不信，让他们昨晚听见了女人的哭声，在那讨论起来。教授说分女人的哭声有什么好讨论的，应该好好讨论下这里的历史。说完我们就去吃饭了。玩到这我真有点好奇，教授一伙人会不会嘎哦？你们觉得呢？父亲的亲事定在了明天，奶奶说挑个好日子办件红事，顺便能给寨子冲冲煞，要是能多几桩婚事就好了。父亲说要不把晴儿姐和华子哥的也一起办了吧。奶奶说不可，2辈分的人一起办婚事不合适，会犯冲，等先把父亲的给办了，拖后些再办晴儿姐的。晴儿姐站一边听了心里并无不悦，表示随便都可以。奶奶调侃道，要是嫁的是别人而不是华子哥，怕是就随便不了喽。晴儿姐害羞的扭头就走，奶奶在屋里开怀大笑。呵呵，这丫头。奶奶说明天是个结婚的吉日，可半夜却电闪雷鸣，雨下不止。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了，昨晚我好像听见了一声巨响，像是从后院传来的。第二天一早，晴儿姐急匆匆跑来找奶奶，说大事不好啦，后院的墙塌啦。奶奶叹息一声，表示无奈，看来这都是天意呀。原来昨晚那声巨响是后院坍塌的声音，可昨天还好好的，并且之前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都安然无恙，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塌了呢？我来到后院，几年前这里偶尔还会放些锄头之类的农具，现在却荒草丛生，瓦砾堆也被半人高的蒿子给淹没了。高高的围墙之内，偌大的地方显得异常荒凉。靠近后墙的地方有个凸起，那是母亲埋葬的地方。接着视角来到教授身上，作死小分队开始行动。我们先把教授最爱的碎砖瓦收入囊中，收集完后，后院最深处有个被石板遮盖住的洞口。教授集中学员，合力将这块石板挪开。石板一挪，教授那叫一个激动，觉得这可是重大发现，迫不及待的就带着学员入洞探索。到了地下2层，地上全是黑色虫子的尸体，也不懂这是什么虫子，为什么会死这么多。教授也没多做研究，带着人继续前进。可就在这时，蜡烛突然熄灭，教授让学生停止脚步，等蜡烛重新点亮后再行动。他估计是空气还没完全进入洞内，氧气不足所导致的。过了一会儿，蜡烛重新点亮，阿乔在左侧发现了一处入口，众人鱼贯而入，眼前的场景惊了。里面全是人骨，横七竖八的散落着。教授判断这些应该是陪葬的人。这是一座墓穴，而且墓主的身份很不一般，最深处还拿到一块奇怪的石板，上手不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不过不管它，先拿着回去再慢慢琢磨。继续朝里走去，下到地下3层的主墓室，里面摆着一口棺材和一个宝箱。打开宝箱，拿到一枚银发簪，不错的收获。紧接着众人又围着这口棺材研究了起来。棺材材质竟是铜制的，1000多年前谁会用上这么奢华的藏品呢？而且棺材在这地下埋了1000多年，不见阳光，吸收了地下的寒气，手摸上去异常冰冷。最后，我们的作死小分队做了一个非常符合人设的决定，那就是打算回去找几个壮汉把这口棺材给搬上去。作死小分队名副其实，正盘算着怎么搬这口棺材。墓室外面黑漆漆的通道里隐隐传来了脚步声，众人安静下来。教授朝外面喊了一声，可并没有人回应。脚步声渐渐逼近，教授让阿健去外面看一看，扫了一圈，空无一人。说话间，外面又传来脚步声，所有人再次扭头往墓室大门看去。那脚步声已经到了墓室门外，然后突然就停住了。阿健又到外面看了看，还是没人。这时，所有人都有些心惊胆颤，眼神恐慌的四处巡视，无人说话。墓室里异常寂静，潮湿的地板，昏暗的灯光，阴森凄凉。教授安慰众人说：“这有什么好怕的？回声而已，今天就先到这里，回去吧。”回去的途中，背后隐约又响起了脚步声，但却是朝墓室而去，渐渐的就听不见了。回到地面，教授向村长说明了情况，村长听完就去摇人找壮汉了。父亲和迎亲的人去了很长时间还没回来，两寨子明明只隔了一条山沟。我想也许是因为下雨，所以直到现在还没回吧。正想着呢，突然东南方向一束耀眼的白光闪到了院子上方，噼啪一声巨响，什么东西被这道闪电给击中了。巨响惊动了院子里的人，都抬头向天空看去，原来是后院的槐树被劈断了。
唢呐声一直到了门口，教授他们也好奇地出了房间，迎亲的人身上沾满泥水。父亲在后面与穿着大红衣的新娘子走在一起，全身湿透，一直进了院子。所有人都不说话，表情漠然地吹着唢呐。父亲脸色苍白地牵着新娘子的手，眼神怪异地凝视正前方。新娘子戴着盖头，看不清长什么样。夏季穿的衣服非常单薄，一下就能看出新娘的身材好坏，1.7米的身高，丰胸翘臀，腰很细，能和晴儿姐有了一比。她双手交扣在身前，手背皮肤细腻，但显苍白。简单的举行了结婚仪式，父亲就领着她进了奶奶的房间，但女人头上的盖头一直未揭。等到他们入洞房时，我依旧没有看到那女人到底长什么样。整个过程，父亲一句话也没说。阿乔他们还以为不掀盖头是我们村的习俗，但他哪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习俗。所有人都很纳闷，父亲为什么不把他的盖头掀起来让大家看看呢？奶奶也许是给儿子做了件心头大事，这晚睡得很安稳，连身都未翻动。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你们闯下大祸了！你们怎么把这口棺材给挖出来了？真是造孽啊！三更半夜的，那个教授又在搞什么花样？考古也用不着三更半夜跑去考啊！我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你半夜3更躲人家后院有什么企图？我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你们这些外来人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灾难要来临了，知道吗？这个寨子要有灾难了！你这疯老道，胡说八道些什么呢？赶快出去，趁主人还没来。我会走的，但你们这些外来人可就走不了喽。哎，我们走。我看啊，一定是趁李苗家今天办大事，想偷点东西的。这种江湖骗子我见多了。尸体呢？这怎么回事？尸体哪去了？不会是完全氧化了吧？不可能这么快腐化掉的，去哪里了？尸体怎么会不翼而飞呢？是不是被谁偷走了？不会，那晦气的东西除了我们考古的，别人要它干嘛？那会去哪里了呢？难道是尸体自己从棺材里爬出来走了吗？怎么可能？堂堂北京大学出来的考古系研究生，怎么会说出这么无知的话呢？果然，当天晚上就听见了凄厉悠长的女声从后院传来，想必教授他们也听见了。我见到过鬼魂，自己经历了那些离奇鬼怪的事情之后，已经彻底相信这个世界是有鬼魂存在的。但教授他们是搞科学的，不管怎样也不会相信的。第二天一早，教授他们就在寻找尸体的下落。我看见父亲房间的门晃动了一下，从里面打开。我凝神等待出来的人。过了片刻，一双红鞋显入眼帘，是后母。她一身大红的走出了房门。这下我才看清楚了后母的面容，心里不禁一阵惊叹，原来后母是个可人，不仅个子高挑，身材好，而且长得 really beautiful，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灵巧的鼻子，薄而红润的双唇，脸上洁白无瑕，像一整块上好的汉白玉，只是天色阴沉，衬托的略显苍白。他看见了我，一双眸子凝滞的落在我身，步履轻盈的像只蝴蝶朝我翩跃而来。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女子会有如此的步伐。我问他父亲呢？他说还没醒的，昨天被雨淋的，这会睡得很沉。我正想去叫醒，后母却拦住了我，说别去了，让他多睡下吧。辈分上，晴儿姐管后母叫姨，虽是叫姨，但两人实际年龄相差不大，所以不知以后会变成什么关系。简单露了个脸，后母又进房里去了，轻轻地关上了门。就在这时，村里突然有人扯着嗓子大喊：快来人呐！有人死了，村头的河里死人了！我跑到村头河边，惊慌地颤抖起来。这不就是我做的那个血腥的梦吗？河水里飘着几具尸体，怒目睁睁，昂面朝天的在水面漂浮着。我在人群后垫着脚遥望，几乎叫出了声来。几个年轻人就这么死得不明不白，村里人都恐慌了起来，开始相信鬼魂的存在。村长站出来试图稳住局面，说就算有鬼又怎样，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但很明显这是厉鬼，才不管你有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呢。站河边看热闹的人沉寂了起来，乌鸦在落叶的枝芽上呱呱叫着，回荡不休的哭声让整个山村笼罩了一层恐怖的阴影，弄得村民人心惶惶。没说多长时间，河边站的村民就走得寥寥无几。我走的时候，只剩下村里几个留下来收尸的人。再次回家时，家家户户都关紧了大门。我回到家，教授问我发生什么事了。我说村里几个年轻人死了，就是那天村长找来抬棺的那几个人。教授不可思议地问道：怎么死的？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尸体就在村前的河水里飘着呢。他又问我父亲起床了没，我说还没。回到房间，我看奶奶还没醒，打算把她叫醒。我先叫了2声，没反应，紧接着又叫了2声，还是没有反应。我爬到奶奶身边去摸她的手，冰冷刺骨。我这才意识到奶奶可能发生什么意外了。我摇晃她的身躯，往常她都会瘪着嘴嘟囔那句经典台词：你就别摇了，再摇就把奶奶这把老骨头摇得散架了。而此时却没有任何动静，我慌了，扯着嗓子喊晴儿姐，让她快来看看奶奶。晴儿姐也叫了几声，奶奶也没有作声，身体突然剧烈的颤抖着。
乏力的睁开浑浊的双眼，看了我们一眼，又缓缓的闭上。长龙的呼吸声也渐渐停息，晴儿姐也慌了，一边用手掐奶奶的人中，一边不停地喊着奶奶。我趴在旁边，心里已经明白，奶奶走了。晴儿姐白忙碌了一场，满头汗水混着泪水往下淌。我心里一沉，仿佛什么东西压住了跳动的心脏，快要窒息。恍惚中看见奶奶的影子若隐若现地飘向了外面，我追了出去，舍不得奶奶的离开。这才回村几天就一直发刀，先是阿强，现在又是奶奶，都是感情深厚的人离我而去。我看见奶奶的影子向天空飘去，我昂头朝天使劲喊着，奶奶没有回头，她像一朵祥云，缓缓向着天空飘去，越来越远。她的影子就这么消失在了黄沙弥漫似的阴沉天空。教授问老太太怎么了，我说奶奶死了。教授愣了，说这到底是怎么了？这山村怎么一下子死这么多人？他匆忙地跑去敲父亲房间的门，叫他快出来，你母亲都去世了。可父亲的房门久久没有动静，我心里又痛又气，奶奶都已经死了，他为什么还不出来？我的心悲痛欲裂，我去推父亲的房门，门从里面插着，推不开。我抓起门环使劲扣了几下，还是没动静。难道后母也睡着了？我使劲喊着父亲，终于后母打开了门。他问我有什么急事吗？我说奶奶去世了，他让我等着，这就叫父亲醒来。后母缓缓地转身，除了父亲，好像对任何人没有一丝感情。就在这时，我猛然瞅见后母后脑勺的发髻中竟然别了一只簪子，和教授他们在墓穴中找到的那只一模一样。我刚想问，但后母已经踩着碎步，似流沙一般悄无声息地走进了房间。我告诉父亲，奶奶死了，还有村里的几个叔叔也死了。可他就像个没有感情的机器，只是淡淡回了句：奶奶年事已高，去世是迟早的事。那是你亲妈呀，大哥！我盯着他的脸，眼圈发黑，好像一宿未睡，但明明已经在房间闷了快1天1夜。我唯一想到的就是他和后母在进行房事，所以才一直没有出来。我让他赶快去看看吧，他让我先去，他洗把脸就过去。说完，父亲又将门闭上，里面没有一丝声响。可到了晚上，天都黑了，父亲他还没来。那么问题来了，父亲究竟怎么了？棺材的尸体跑哪去了？教授他们找的那枚银发簪为什么会出现在后母身上？教授一行人又会发生什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结局分解。没错，下一章就是完结篇了，朋友们。如果对后续剧情有兴趣的，别忘了点赞关注，成为我的韭菜。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